这群叫花子，无缘会乱我三清！邱师兄，师兄，五师弟，走。再唱一遍。帮助真经夜夜情，都来看，都来听，太不虚名，还没才情，恁佛法，恁偏命，这样咋也能。全真七子见过洪帮主。见过各位道长。洪帮主，这些年来，洪帮主在江湖中创下了赫赫威名，可以说带领着丐帮如日中天，可谓是一等一的英雄豪杰。可是今日，为何如此这样？洪七素来敬仰全真教，与重阳真人更是神交已久。近日江湖上听到一些流言蜚语，不堪入耳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才赶来重阳宫。什么流言蜚语？马道长，洪七先问一句：那寻九阴真经的活地图就在重阳宫内，是也不是？在又如何？不在又如何？我全真教乃中原第一大教，以匡扶天下正义为己任。那女子来了我重阳宫，自然由我全真教带武林保管着九阴真经。邱道长说中原第一，那传言就变更合情合理了。传言说，重阳真人取得九阴真经，躲在重阳宫内潜心修炼，意欲夺得武功天下第一。还要将所有的门派收归全真教门下，一统江湖。胡说八道！孙道长说的对，确实是胡说八道。可是传言者众，于全真教的声名确实有损。于是我心想，我们丐帮就是一群叫花子，没什么声名可言，不如帮全真教把这个烂摊子接了，把九阴真经移到我们君山总舵保管，好不好？好！就凭你？对，谭道长，就凭我。我想问问各位道长，你们觉得天底下修道的人多，还是穷苦的人多？要论帮众弟子，论分舵多寡，论抗金功绩，要说中原第一，非得是我们丐帮；要替武林保管九阴真经，非得是我洪七。干你们全真教什么事儿？扬狂一妄！若是我们全真教不给呢？那我就自己取。素闻，丐帮帮主洪七侠肝义胆，江湖上人人称道。今日一见，郝道长觉得如何？哼，今日一见，既是意料之外，却又是情理之中。一个从小在金人底下讨饭吃的低贱奴隶，贫苦乞儿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学得几招功夫，在江湖上获得些声名。洪帮主今日的这份嘴脸，倒也是人之常情。说什么呢？刘道长觉得我今日什么嘴脸？夜郎自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凭你们这些要饭的花招，也敢来我们重阳宫闹事？依王道长所说，全真教不服丐帮的提议，那倒不如打一架。
依洪帮主的意思，该如何比试？既然全真七子都已到齐，正巧，今天我们丐帮也来了7位9代长老。就这么打吧。既然是洪帮主执意要打，那我们全真七子奉陪到底。住手！无伤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斗真帮主，他们施毒，你们这帮全真教都是一帮小人，满口胡言！全真教一向是光明磊落，从不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师兄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还什么抗金英雄？方才倒像是你们自家兄弟用暗器杀了你们自己的长老。长公，先将吴长老送下去。来，王道长，我们何以要杀害自家长老？你们丐帮3教9流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心性？全真七子，我要你们偿命！小道士，快去探访，找段王爷，速请他过来帮忙。是。全真北斗阵，布阵。
谁啊？段兄，是我。你叫我什么？段兄。有这么生疏吗？叫阿星啊！哎呀，好久不见。是啊。哎，你怎么也来终南山了？我途经此地，本来想来拜会重阳真人，他们说你在这儿给人疗伤，我心想，无论如何得来见你一面。哎，我很好奇。什么人能惊动你段王爷大驾，千里迢迢跑来重阳宫啊？是舍妹。年幼无知，从宫里逃了出来，想要闯荡江湖，不想遭了贼人陷害，中了毒。这位是？啊，是卓晶。原来是贵妃啊，失礼，失礼。哎，阿星，但这让我更好奇了。以你大理段氏的功夫，什么毒你解不了，非得劳师动众的跑来找重阳真人。白驼山。那巧了，白驼山的毒，我兴许能解。你忘了我是叫花子，没听到过叫花子解蛇毒一门灵啊？太好了，有洪帮主相助，一定能保住他的性命。来，哎，我这丐帮的三脚猫功夫，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施展，怕给你们笑话了。这样吧，给我半盏茶时间，让我试试。都出去。是。又老了。你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？的确很巧啊！方才我还在心里盘算了好几回。阿七，他是名声在外的丐帮帮主，也是我多年的故友至交，我信得过他。我忧心的反倒不是阿七，而是这重阳宫，就怕有进无出。什么意思？我曾经听闻过重阳真人也在寻着真经的下落。今日我们为了这姑娘的性命，把她带到重阳宫，我就担心他们日后不放人。那如何是好？这也是无奈之举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阿七，阿七，我早跟你说过，这人不可信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在九阴真经面前，谁都不能信。哎，
人在哪儿？活地图在主牢里。黄爷，那姑娘肯定还在重阳宫内，得赶紧找。好，走。娘娘，在这儿。带走。是。师兄，没事。哪个不服？再来！住手！马道长，红旗来迟。郝道长，谁将刘道长打成这样？莫非是他？嘉兰在哪儿？说。黄道主，你且先等一等。那小女孩被我放在一个十分安全的角落，刚刚事急从权，多有得罪，只因我听闻有人假扮我红妻，迷惑我帮中弟子，扰乱三清之地。待我清理门户，定会将一切如实告知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这帮老道士，自己藏了活地图，便找个妖人来假扮我，污蔑我藏了活地图，想将祸水东流，好歹毒的诡计！你偷了我的信物，扮了我的皮相，却学不来我的心性，满口阴谋诡计，哪有半分我丐帮帮主的气度？讲气度！我从君山总舵带着一帮弟子前来开抗金大会。什么抗金大会？金人到处为非作歹，只要有心，拿起兵刃，人人都可以保家卫民。抗金大会不就是你们一群乌合之众在那吃吃喝喝，互相吹捧？我红旗从来不屑为此无谓之事，更何况，若要举办抗金大会，我第一个要请的便是重阳真人。和我丐帮和全真教之力，抵御金敌，定能成功。我丐帮与全真教从来并无交集，他们要来便来，我为什么要主动请他们？那你说说，丐帮为何要夺九阴真经？天下第一的武功秘籍，当然应该在天下第一大帮的手里。哼，什么天下第一、天下第二？我丐帮降龙十八掌、打狗棒法都是精妙武功，早已够用，何必图这江湖虚名？马道长，你说是吗？
你要装也装得像一点。我洪七自小便是叫花子，一辈子都跟三教九流打交道，从来不跟这些伪君子同流合污。你刚刚一进来，又是作揖又是道歉，这般恶心的模样，我丐帮兄弟看了，都笑掉大牙了。传公，是吧？吴长老呢？让牛鼻子用暗器给害了。传公。你可曾听过全真教谁善使暗器或毒药？并没有。你可曾见到哪一位道长亲手下毒？并没有看见。那你为何这么说？这是我们丐帮的作风吗？传公，别听他妖言惑众，他是全真教请来的，当然事事庇护这帮老道士。二位，容我说句实话，暗器、毒药是武林中最卑鄙的手段。全真道人好像并没有用这卑鄙的手段，刚刚一时愤怒，忘了道歉。传公，你老糊涂了是吗？是，我脑袋是糊涂了，可是我心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洪七刚做帮主的时候为人和善，可是最近像变了一个人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几十遍了，我变了什么？传公，你说的话句句在理，一句胡话没有。好，说不明白，拳脚见真章。一试，分毫不差。我就说嘛，方才那个果然是假的。哦，那小女孩找到了，在哪里？已妥善安置。你可知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逍遥派的小无相功，可以不着痕迹地模仿他人的武学，
甚至更胜一筹。你是谁的传人？乌鸦子，还是李修身？武功招式好些，可内力一试便知。他是假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啊！如何分辨？妖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黄道主，该不会是搞错了吧？是啊，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哎呀，肯定不是，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这不就是我们帮主吗？对呀，帮主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红旗，原来是他！这我输了，但是丐帮帮主，你不配。你的武功为何精进的如此之快？啊！慢着，我有话问他。妖人，为何冒充我挑起武林争端？你说我什么？妖人？那红帮主是什么？啊？名门正派，还是武林大侠？哎，今日所行之事，不过是跋扈无礼，无人清白。
你我之间到底谁是正，谁是邪，谁是妖，谁又是佛？你们在阳间都自个儿想想吧。他服毒了。我今日过来，只为九阴真经。我知道，那个姑娘来到了重阳宫。我只问她，可还活着？欧阳庄主问的，也正是我们所要问的。在下世剑山庄庄主卢进，见过各位。我们也想知道九阴真经在哪儿，还是请王真人出来答复吧。贫道在此。洪帮主，王真人，段皇爷，没想到黄岛主也在，看来今天真是热闹啊！师傅，师傅。段皇爷带来一位姑娘，她就是九阴真经的活地图，现在后院疗伤。既然各位都是为了九阴真经而来，那贫道就讲两句。3年前，九阴真经重现于世，成为天下第一武学秘籍，却也成了天下第一大祸。伤害人命，枪贼人性。今日又有人丢了性命。近几个月来，贫道游历四方，追寻真经的下落，但往往每到一处，便已经是尸横遍野，惨绝人寰。长泉门、石阳寨、清平帮、金刀门客，还有西域神教，无论过往江湖名望如何，无论正邪善恶，但凡得九阴真经者，皆不得好下场。据贫道粗略估算，这3年来，江湖之中已有上百名武林高手为真经而死。而其他人等，更是不计其数。多藏必后亡这道理，不知各位是否明白？重阳真人心系天下，
济世救人，乃大侠风范，我段志兴佩服。真人，今日我们一干人等骚扰重阳宫，是红旗鲁莽，我先赔不是。真人的所作所为，我红旗也十分佩服。但全真教若想以此霸占九阴真经，丐帮不答应。阿奇，丐帮已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你为何非要习得真经武功呢？阿星，我夺真经，并不是为了武功。正如你说的，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九阴真经必须我们保管。如此重担，我白驼山庄也能替武林分担。无论经书最终落在谁的手里，由谁保管，我都要去其中疗伤一遍。看来三位都志在必得。那段皇爷的意思呢？自然也是。这护经之人必须能符咒。要不这样，大家打一架，谁赢谁拿。那就打。可以打，但不是今日，3日之后，华山论剑，天下第一，得九阴真经。你说这华山论剑，最后谁会拔得头筹，保管这九阴真经啊？哼哼，难说，这能上华山的，都是当世的宗师名宿。谁能登顶，实在是难以猜测呀。以我之见，也未必是宗师名宿吧。江湖代有新人出，成名容易，守名难。且不说我中原武林人才辈出，就说这从西域来到欧阳锋，此人使得一身奇怪的功法，神鬼莫测，十分可怕。那西域欧阳锋惯常下毒，使的都是阴毒的功夫，上不了台面。那如若九阴真经为他所用，那还了得啊！啊！你也太小看我们中原武林了吧？他那蛤蟆功固然奇特，但若想以此来赢得九阴真经，哼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他若敢上华山，就要他有去无回。那他这可是癞蛤蟆跳油锅，自寻死路啊！来，各位，华山上见，请。请。竟然没有一个人丢了性命，看来你是越来越有大将风范了。你的喘气都好了？你是真的要上华山，夺那天下第一吗？我的兄长死在了石阳寨，你是谁呀？你恨我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当日逞匹夫之勇，累积全庄人，如听我之言，归顺明教，岂有当世之祸？没想到你现在还是没半点长进。方才那些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你从南朝回到西域，心情郁闷，说我们白驼山庄在西域称霸一时，靠的是使毒的功夫，但在武功上算不上高强。后日华山之巅，天下民俗齐聚，到时候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你非要上去送死吗？活着不好吗？以你现在的武功修为，只要不上身，
不回西域，去到哪里都可以重建一个白驼山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白驼山庄，在西域。你不要以为你练了几天蛤蟆功，就有了可以搏一搏的资本。这功夫伤身损寿，稍不注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，别上山？别说了，你走吧。再见你，我就亲手杀了你。上山容易，就怕你没命下山了。家都没了，还要命做什么？